律师说哥哥公司破产，如果以我的名义贷款1个亿，可以补上资金链。我没多想，欣然同意。在电话里告诉爸妈时，由于爸妈的助听器送去维修，他们听不清我的话，竟然理解成了我公司破产，让哥哥贷款1个亿帮助我。他们直接变了语气：“你这个败家女，自己破产，还想拉你哥哥下水。”我刚想重新说，可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刚到家的哥哥打断。他抢过电话，语气不善：“让我给你贷款1个亿，你做梦去吧！你有手有脚的也饿不死，大不了卖身还债呗。”我彻底心寒，挂了电话。贷款协议被我撕得粉碎。既然他们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律师将手上的方案递到我手里：“徐总，只要以你的名义贷款1个亿，就可以补上你哥哥公司破产的资金链。只要有了资金，业务就能正常运转。假以时日，你哥哥的公司就能恢复正常经营了。”我一听有方法，立马长吁一口气，有方法就好。我爸妈最近因为这件事天天在家里流眼泪，降压药都控制不了我爸的高血压。自从哥哥公司破产以后，他经常跑来我公司，又是哭又是叹气。哥哥嘴上说不需要我帮他，可是爸妈每天给我打电话，让我一定要帮我哥。他们甚至闯入了正在签约的会议室，打断我和客户的签约仪式。我只能暂停会议，将爸妈带到我的办公室。妈妈握住我的手：“女儿，妈知道你不容易，可是你哥哥要是破产了，还能干什么呀？你忍心看他出去打工谋生吗？”爸爸更是语重心长：“乖囡，兄弟姐妹就是这样的，只有互帮互助，才能欣欣向荣。你现在公司发展得好，不代表以后也能发展得好。趁此机会帮你哥，以后也算有个照应。等你以后遇到了困难，我们也会让你哥哥帮助你的。再说爸妈身体不好，一直为你哥哥的事情担忧，恐怕撑不了多少时间了呀。”说完，我爸佯装虚弱地靠在了沙发上。虽然我心中失望，他们眼里现在只有破产的哥哥，但是看到我爸虚弱的样子，也不忍责怪。毕竟他们都已年迈，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倒下。我点点头，随即找来了公司的律师，拉着业务人员一起开会想解决方法。好在，虽然我们熬了好几天的夜，结果还是好的。律师看我欣然同意的样子，满脸纠结，但最终还是开口：“徐总，这1个亿的贷款是有风险的。你哥哥要是还不上，就只能你自己承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还不上这1个亿，连你付诸心血的公司也会受影响？”律师的话虽然冷酷，但全都是肺腑之言。但我想起爸妈的话，不在意的摆摆手：“我们是亲兄妹，血浓于水，只要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，都不是问题。”律师却不以为然：“徐总，或许你不在意，可是咱们公司所有人都记得你哥哥出卖客户消息，让你分割公司资源，咱们迫于无奈进行技术转型的事情。当时您的父母丝毫不顾事实和真相，用你的孝心胁迫你，你都忘了吗？”“我怎么会忘记呢？当年我白手起家，尝尽了辛酸苦辣，爸妈和哥哥袖手旁观，告诉我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他们不会为我的人生买单。我背水一战，终于将生意干得如火如荼。在我最风光的时候，爸妈看着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哥哥，找到了我这里。乖囡，你们公司这么忙，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吧？再说了，那些人都跟你隔着心呢，哪有你哥哥亲？不然就让你哥哥来你公司帮忙吧。”我妈看我不说话，又开始用老套路：“爸妈年纪大了，求的不就是你们能过上好日子吗？你爸爸有高血压，天天在家里跟你哥吵架，
我真怕哪天你爸爸被气出脑出血呀。我冷笑，妈，我哥无所事事，不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吗？为什么需要我为他买单？我妈皱着眉头，什么买单不买单的？你们是亲兄妹，血浓于水，互帮互助，资源共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爸爸此时扶住自己的头，哎呀，我头晕啊！生了个这样的儿子，我说不定哪天就要被他气死了。算了，生死有命，被儿子气死可能就是我的命。乖囡，你也不要为难，爸爸只是心疼你，以后你就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了。爸妈软硬兼施，我终究不忍他们为难，给哥哥安排了一个事少钱多的岗位。可哥哥来到公司之后，却不做正经事，反而将我的客户介绍到我的对家，出卖我的公司机密。我整理证据跟他对峙，他却说：“你给我的这些工资才2万块钱。”我介绍一个客户给你竞争对手，他给我5万块钱，所以我肯定会选择把客户介绍给他呀。爸妈竟然也站在我哥那边，这能怪你哥吗？要怪就怪你给你哥开的工资太少，你的钱不给你哥，还能给谁呀？早给晚给不都一样吗？少吗？我哥天天在公司什么事情都不做，不听指挥，胡乱安排。告状的人都在我办公室门口排队，要不是碍于他是我亲哥，我早就把他辞退了。可是爸妈又说从小最疼我，才导致我哥心里不平衡，不务正业。现在我出息了，自然要搭把手。哥哥看有爸妈撑腰，索性提出来：“妹妹，这么大的公司，我看你也管理不了，不然你把公司资源分给我一部分。”我替你分担风险，这种不要脸的说辞，我自然不接受。爸爸却又沉下脸，家庭的繁荣昌盛，离不开每一位成员的紧密团结与携手共进。你是不是觉着你自己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先富带动后富？你帮你哥怎么了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我跟你妈就一头撞死在这。爸妈甚至闹起了绝食。7天后，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爸妈，松口了。我把我的团队和资源一分为二，甚至连哥哥公司的股份都没要，只为让他能够有属于自己的公司。爸妈也立刻面色红润起来，欢天喜地地对外宣传自己的儿子有出息，年纪轻轻不花家里1分钱就创办了公司。丝毫不提哥哥偷了我的成果，往事历历在目。但想到爸妈这2天心急的样子，我还是赶紧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。毕竟他们从小就给我灌输一家人就是要互帮互助，否则再成功也只是一个孤魂野鬼的概念。我的心情十分放松，看着桌子上给爸妈新买的助听器，才想起来这2天太忙了，忘记告诉他们旧的助听器因为泡了水修不好了，新的还没给他们送过去。爸妈，哥哥的公司有办法了，只要我给他贷款1个亿，就能一切恢复正常。可是失去了助听器，爸妈听不清我说的话，他们竟然理解成了我公司破产，让哥哥贷款1个亿帮助我。他们直接变了语气：“你这个败家女，自己破产还想拉你哥哥下水？1个亿啊！你是不是想让你哥哥给你背黑锅？”我知道他们是误会了，刚想重新说，可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刚到家的哥哥打断。他抢过电话，语气不善：“让我给你贷款1个亿？你做梦去吧！你有手有脚的也饿不死，大不了卖身还债呗。”电话被挂断，我看着通话页面愣住了。想到哥哥破产以后，爸妈不顾我正忙着签合同，扰乱了会议议程，开口就是让我帮助我哥。为此我失去了上千万的合同。眼下他们只是理解错了1句话而已，就开始骂我是败家女，忙着和我哥媳说好的我们是亲兄妹，血浓于水，互帮互助，
资源共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呢？原来他们想要的一直都是我单方面的奉献罢了。我不过是钟无艳罢了，有事的时候才会被他们想起。我其实早就懂了，只是我太贪念父母隔三差五对我的关怀，主动美化了他们对我稀薄的爱意，是我自己主动视而不见。如今他们主动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，我也再也不能继续骗自己了。我彻底心寒，贷款协议被我撕得粉碎，桌子上的昂贵助听器也被我捐给了福利机构。既然他们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就在我愣神的时候，助理敲门进来：“徐总，不好了！”我赶紧恢复工作状态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工厂那边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？助理脸色不佳，把手机递到我面前。我刚想骂他有什么事不能直接说的，还让我看手机。但当我看到手机页面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助理的脸色为何这样了。手机上，我爸妈还有我哥正在直播。本身我爸妈就靠着我提供的优渥生活，每天在社交平台炫耀。一来二去的，还积攒了不少粉丝。平时他们也会艾特我们公司的账号，用来给自己增加热度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们的女儿是我，海浪科技集团的总经理。现在他们正在直播间里一边说我狼心狗肺，一边靠着热度带货。我们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！她自己无能把公司搞破产了不说，竟然还想让他的哥哥给他贷款1个亿呀！你们不知道他公司破产，他肯定是藏着这个消息不敢说。他拿走了我们的养老钱不算完，把自己哥哥的公司折腾到破产还不行，这是想让我们去卖血卖器官呢。爸爸更是展示着我买给他的东西，睁眼说瞎话。这都是我儿子给我买的，这么多年，我一口女儿的饭都没吃过。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心思，我理解，但也不能让家里人给你陪葬吧。现阶段正是我们公司上市的重要时机，对家抓到了机会，自然给我爸妈的直播间买了热度。评论区的网友更是听信了爸妈的假话，骂什么的都有。早知道生出来的女儿是这样的，就应该生出来就掐死她。这是什么公司啊？怎么还有这样的人？他们公司做到今天，是不是全都靠坑蒙拐骗？抵制，这夫妻俩太可怜了。我这就买点东西给他们一点希望。没有人人肉一下这个叫徐暖阳的女的吗？还好意思叫暖阳？我看是雷暴雨才对。舆论一直在发酵，甚至有客户打电话来询问公司的经营状况，是不是真的破产了，已经准备签的合同。客户也提出来观望的想法，而我的竞争对手却开始花钱买通我爸妈，说我公司有产品质量问题，早就要爆雷了，趁机从我们公司抢走客户。好啊，我的心软。换来的是他们要把我最后一丝价值都榨取得干干净净，甚至还要把我踩在泥坑里，让我再也翻不了身。爸妈和哥哥看到直播间的热度和收益以后，更是24小时直播，看着凌晨2点还在直播间打哈欠的妈妈，我真觉着她是自找苦吃，也觉着自己以前的付出都是不值的。以前我担心他们身体不好，跑前跑后，给他们安排体检、出去旅游，叮嘱他们按时吃药。现在他们为了自己的儿子，不顾自己的身体，顶着猝死的风险要毁掉我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就让他们感受下自掘坟墓到底是什么感受吧。最近几天，我一直忙着安抚客户。虽然很多客户因为网络上的舆论选择终止合同，但也有相信我们公司产品质量的客户。等到一切都快入正轨的时候，对家又在联合我爸妈说我一直不解释，是因为他们说的就是事实。公司里的人也有担心前途的，主动提出了离职。
但也有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，愿意陪我到最后一刻的。我照单全收。毕竟借着这个机会清理一下门户也是不错的机会。否则到了公司真正上市的时候，反而酿成的后果更大。各个公司破产的原因我也查到了，他竟然将购买原材料的钱减半，然后拿着钱去赌博，欠了一屁股债。爸妈将自己的养老钱全都给了哥哥填窟窿，甚至还想抵押我给他们买的房子。还好当时虽然我买房子给他们住，但为了方便，我给他们交水电费、物业费，将房子登记在我的名下，所以他们抵押不出去。难怪前段时间他们非要让我把房子转到他们名下，嘴上说这样心里踏实，原来是为了给儿子填窟窿啊！窟窿还没有填完，我哥的公司又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，客户全都发起了质量异议，要求按照合同条款进行赔偿，资金链一下子断掉了。我哥的公司宣布了破产，才有了求我帮忙的种种。再往下查下去，发现不仅资金链断掉了，我哥的征信也早就不能看了。为了赌博，他借完大银行借小银行，全都借不出来了，再从网上借钱，就连我爸妈的身份证他都不放过。这些事情，爸妈全都是知情的。手机里，我妈还在拿着我小时候的照片骂骂咧咧，说我为了生意连自己的身体都可以出卖。评论里还有问我妈要照片，看看我姿色的评论，我妈瞬间来了精神。家人们，只要刷一个大游轮，我就给你们看她的比基尼照片，保证火辣。亲爱的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手段也一样很辣。6. 妈妈还在直播间里胡言乱语，一群黑衣人就闯了进来，拿出来房产证。不好意思，这房子是我们的，请你们赶紧离开。我妈看着面前的黑衣人愣住了，甚至忘记了自己还在直播，开口反驳：你胡说，这房子是我闺女全款买的，怎么可能是你们的？直播间的网友却敏锐地抓住了重点，疯狂地刷着评论。他们不是说自己的女儿一直在啃老和吸血吗？房子是他儿子买的，怎么刚刚他说是他女儿买的？或许是口误吧，我怎么觉着事情不对劲啊？他们不会一直在说谎吧？黑衣人根本不废话，你自己天天在网上说你女儿破产了，那房子被他卖给我们也是合情合理吧？我要是你，现在就趁着天黑赶紧收拾走人，省得天亮了让邻居笑话。黑衣人接受过我的训练，自然知道我爸妈的弱点是什么。他们的弱点就是要面子，尤其是涉及他们和我哥的时候，所以他们才会在我哥赌博欠下赌债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是帮我哥还债，不敢让别人知道我哥一直是个没有出息的人。在直播间抹黑我，对他们来说自然不会丢面子，因为我越没有脸，他们越能睁眼说瞎话，夸自己的儿子争气又能干。我妈手指颤抖，只好赶紧将我爸叫醒。他们确认了房产证是真的，还不忘在直播间里骂我，真是养了个败家玩意，不光破产，现在连房子都卖了。直播间的网友这次却没有附和，而是反问：你儿子这么有出息，为什么不给你们2个买房子？如果你女儿真的像你们说的那样，为什么还会给你们买房子呢？你们是不是在说谎？同志们，咱们一定是被骗了。我刚才查了一下，这房子现在市值500万，这可是一下子付清的呀，这还能叫不孝顺吗？这可是大孝女呀！我哥一看舆论控制不住，索性关上了手机，在黑衣人的监视下，拿着自己的贵重物品开始搬家。等到天亮的时候，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已经搬得差不多了。邻居早起，正好看到风尘仆仆的我妈。哎呦，这是干嘛呢？要搬新家了？我妈尴尬地笑笑，
局促地将手上的袋子藏在身后，张口就是瞎话。我儿子买了个大平层给我们住，邻居嘴上说你儿子真有出息，随即又小声吐槽，当我没看你直播呀，编瞎话是要天打五雷轰的。但是这些话我妈是听不见了，她几乎是落荒而逃。与此同时，公司账号也发出了我们公司和政府部门达成战略合作的新闻。我作为公司总经理，一身干练西装，神采奕奕与政府部门领导签下协议内容，政府领导更是在台上给我们进行背书。海浪科技集团虽然是新起之秀，但是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。因为每一次的慈善活动和募捐活动，徐总都会出席。或许你们不知道，海浪科技集团每年都会给偏远地区的学生们进行捐赠，帮助他们的学习。他们的产品质量更是不用说，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和他们签合同的最主要原因。同时，海浪科技集团更是每年拿出大量的资金用于新技术研发，和咱们当地的大学共同成立了实验室。对于这样的好企业，这样良心的老板，我们自然是要多合作、多支持、共进步。这一番发言，自然比我们发文章解释要更加有影响力和信服力。我什么都不用说，大家就知道我的公司没有破产，也知道我没有偷工减料。以次充好，新闻一发布出来，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这还是自从他们以为我破产以后打过来的第一个电话呢。徐暖阳，你可真是胆子大了，你竟然敢骗我们，是不是把我和你妈溜着玩你心里开心啊？你知道这些天我和你妈妈是怎么度过的吗？我轻笑，怎么度过？这得问你们和你们直播间的观众啊，不是一边骂我一边带货，然后挣钱给我哥赌博吗？我妈抢过电话，语气中带着哭腔，乖囡，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，我们也不是故意这么说的，这不都是为了热度吗？我们挣了钱也会给你花的呀。我打断我妈的发言。好啊，那你们能给我多少钱？一说到钱，电话就挂断了。我也能理解，毕竟他们一家三口现在蜗居在地下室，吃饭都得捡便宜的吃。之前我给我爸买的进口降压药也吃光了，现在他每次直播都会面色通红，脑袋缺氧，但他连买降压药的钱都没有。所有的钱都被我哥拿走了。我妈还有糖尿病，不知道现在还能每天打针控制吗？知道我没有破产以后，他们又在直播间说，没想到他为了不给我们钱，连自己破产的话都敢说。可是网友却不买账了，因为我已经发布了那天在电梯上给他们打电话的通话录音。这是时隔1个月。我第一次回应这件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海浪科技集团的总经理徐暖阳，也是最近热门的不孝人物。最开始，公司的人都劝我出来解释，可我想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大家肯定会发现自己被骗了。可我没有想到，我家人对我的污蔑却越来越无稽。我怎么解释？大家或许都会觉着我在狡辩，但我想说，不需要，只要一个电话录音，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其次，这是这么多年我给家里的购物记录，大到房子、家电、保险，小到药物、保健品、内衣、内裤，我自认在孝顺父母这件事上问心无愧。最后，我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温馨有爱的家庭，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是重男轻女的受害者。也从来没想过父母会利用我对他们的心疼来吸我血。感谢他们的这番操作，我才知道自己付出了那么多，换来的是被抛弃、被侮辱。我的回应甚至都不需要买热度，就冲上了热搜第1名。大家反复听着我的电话录音，计算着我公布的购物记录，
再结合我爸妈在直播的时候将我一切的付出都归在了我哥的身上，网友才知道自己被骗了，纷纷闯入我爸妈的直播间，开始骂他们，更没有放过最近一直躲起来销声匿迹的我哥。我哥倒不是故意躲起来的，是因为他最近去了一个新的赌场，现在因为欠了太多钱，被关了起来。赌场老板抽着雪茄，感叹道：“小许呀，你这也下手太轻了。你为你们家付出了那么多，就只让你哥欠这点钱？我看着我哥写的欠条，欠多了他也还不起呀。这样的数额就刚刚好，既能给他还得上的自信，又给他想再来一局的翻盘机会。赌场老板是我的朋友，将我哥骗到他的赌场来，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。我爸妈从小将我哥捧在手心里，那么为了给自己的儿子还债，付出生命应该也在所不惜吧。随着舆论的发酵，社交平台已经将我爸妈的账号给禁用了，他们不能再开直播赚钱了，甚至连没提出来的钱都被平台给冻结了。爸妈这才想起来自己的儿子已经很久没回来了，赶紧给我哥打电话。接电话的自然是赌场老板。哟，你们终于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个儿子了。许光强在我们赌场欠了300万，你们打算怎么还？我爸妈哪有什么钱啊？2个人早就把能拿去还债的都拿去卖了，现在就靠着直播赚钱，结果直播间还被封了。等我爸妈到了赌场，看到我哥签字画押的借条，还有被关了3天，身上都是尿骚味的我哥，哭成了泪人。我爸表面上打了我哥一巴掌，气愤道：“你这个不孝子，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手？”然后又对着赌场老板弯腰说软话：“您是大老板，不然你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去筹钱。”赌场老板笑出了声：“你们去筹钱？你们现在都住在地下室，你拿什么给我筹钱？”我妈开口：“我闺女有钱啊，我闺女刚签了一个大合同，300万对她来说很简单的。”赌场老板身后的助理面无表情，将网络上的热搜念给我妈听：“井号许暖阳，父母重男轻女；井号许暖阳，吸血包的自我救赎；井号许暖阳，快点跑，不要相信你爸妈的花言巧语。”赌场老板抬了抬眉头：“都这样了，你觉着你闺女还能给你们出钱？”我爸仰起了头，自信道：“我闺女我了解，就是孝顺。她嘴上说恨我们，实际上肯定担心我和他妈的身体。只要我说我身体不舒服，她肯定会来的。等到她来了，您就对她威逼利诱，我们夫妻俩配合演戏，让她出钱，这件事不就解决了吗？”我哥也猥琐地笑着：“我妹妹长得不错，大哥你要是喜欢你就收了她。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里有听话水，只要捂在他鼻子上，保准你说一他不敢说二。”赌场老板示意让我爸打电话，我爸点点头，拿出手机就开始给我打电话：“乖囡，爸爸身体不舒服，头疼，胳膊麻，你说我是不是？”我爸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就把电话挂断了。赌场老板听着手机传出来的声音，忍不住放声大笑：“你们都在直播间里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了，还指望他能关心你？没拉黑你，估计都是因为忘了。所以我的钱，你们打算怎么还？”我爸嘴唇抖动：“还能再宽限几天吗？”赌场老板点点头：“当然可以呀，我也不是不好说话的人。”我妈赶紧跪下感谢：“老板你人真好。”赌场老板指着我哥的手指头：“断一根手指头宽限1天，你们说吧，想让我宽限几天？”我哥吓坏了，哭着喊着爬到赌场老板面前：“老板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
时，赌场老板一脚踹开我哥，拿着手帕擦着被我哥蹭过的地方。他身后的助理倒是开口了：“你们要是实在没钱，倒是还有一个挣钱的路子，就是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。”一听还有其他路子，我爸妈三人都赶紧问是什么。缅北现在发展的好，不仅需要大量的人手，而且来钱快。我哥率先开口：“把我爸妈送去打工吧，这样300万是不是就一笔勾销了？”我爸气得捂住自己的胸口：“你这个不孝子，那可是缅北呀，那可是吃人的地方。我和你妈一大把年纪了，你让我们去送死吗？我们辛苦把你养大，你吃的比你妹妹好，用的比你妹妹贵，我们给你填坑，给你还债，你就这样对我们？”我哥嘿嘿一笑，看着我爸这样子，拍了拍他肩膀：“要怪就怪你自己没出息，掏不出来300万给我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这样子，不也是你跟我妈教育的吗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你们不去还债谁去？”我哥这边美美的规划，赌场老板在那边嗤笑出声：“你爸妈2个人加起来都100多岁了，你觉着能值300万？2个20岁的小丫头也就卖20万，就算我给你实惠开价，你爸妈也就能卖10万块钱。我顶多给你宽限1周的时间，1周以后连本带利500万，否则你就等着被送到缅北跟你爸妈去作伴吧。”我哥根本不需要考虑，直接拍板决定了这件事。屋子里又是我妈的咒骂声，又是我爸捂住胸口的唉声叹气声。我爸气得不行：“早知道你这样，当时我就应该好好对你妹妹。”我哥嘲笑道：“是你自己重男轻女，怪不到我头上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所有的资源都要给我，你们2个自然也是资源。”我妈看着我哥这么不要脸的样子，上前还要去打他，可是我哥却一脚踢到了我妈的胸口窝。屋子里顿时热闹起来。我看着监控里的画面，面无表情。等到爸妈被我哥亲手捆起来，要被送到车上的时候，我推门进来了。我爸妈都开始疯狂挣扎，嘴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，让我救救他们。我摸摸我妈的白头发，又看了看我爸满是血丝的眼珠，摇着头惋惜：“怎么样？被你们疼了一辈子的儿子亲手卖掉的感觉如何？是不是心如刀割？是不是开始后悔了？”爸妈点头，祈求只要他们说后悔了，我就能够伸出手援助。我冷漠地替他们关上车门：“后悔就对了，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和折磨去度过你们的后半生吧。”11，等到车子没影了，我哥才反应过来，我和赌场老板是一伙的。许暖阳，我是你哥，你竟然连我都坑。不过现在爸妈也为他们的言行付出了代价，不如你把300万给老板付了，咱们还是亲兄妹，我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。我摸了摸我哥的脑袋：“你是发烧了还是脑袋烧坏了？怎么说出来的话能那么不要脸呢？你联合我的竞争对手挖走我的客户，散布我公司产品质量不佳的传言，导致我公司亏损3000万，这个钱你掏吗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我对家当时应该给了你600万吧？不会都输光了吧？”我哥眼神愤恨，声音高昂：“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，都是你找赌场的人勾引我，否则我怎么会把钱都输光了？你这个毒妇，不光设计让我把爸妈卖到缅北，你还想要我的命是不是？”我点点头，赞同道：“对呀，我就是想要你的命。别忘了你签字画押的欠条，1周500万。”赌场的人将我哥暴揍一顿，然后又捆到车上，随便找了个巷子扔了过去。赌场老板还是觉着我这样有些冒险，万一把我哥逼急了怎么办？我就是要把他逼急呀！他现在没有钱，唯一还能赚钱的路子就是找到我的对家，威胁要钱。如果不给钱，
他就会曝光对家曾经收买他，发布我们公司不好的虚假消息。对家也不是吃素的，怎么可能会轻易被威胁？走这一招，是因为我太了解我哥了。以前在我公司上班的时候，他就来这一招，缺钱了就去问对家公司要钱，不给钱就会曝光他偷挖我们公司客户的事情。对家不配合，我哥就破罐子破摔，事情闹大了，我才知道客户还是我哥给送过去的，所以他现在走投无路，只会再走老路子。果不其然，私家侦探很快就给我发来了照片，我哥和对家联系上了，可惜钱肯定没有500万，只给了20万。我哥又是威胁又是恐吓，然后拿着钱就又去赌场搏一搏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哥就输得干干净净的，被赌场赶了出来。对家也不接我哥的电话，我哥发信息威胁，明天我见不到钱，我就让所有人知道你们公司的嘴脸，到时候你们公司的名声就臭了。可惜撂下的狠话也没有用，对方还是不搭理他。我哥索性给自媒体投稿，又约定好了直播收益，决定曝光对家收买他的事情。直播途中，我哥也不时渲染自己现在有多可怜，爸爸有高血压，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；妈妈有糖尿病，眼睛也得了白内障。自己当时也是迫不得已，才和对家合作，散布对妹妹公司不利的谣言。哥哥对着直播镜头流下鳄鱼的眼泪。现在我爸妈卧病在床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做错事的代价，所以我站出来说出真相。我们造成的错误已经不能挽回了，妹妹的公司也出现了很大的经济损失，希望大家伸出援手，帮助我们。配图是我哥的收款码。可是狼来了的故事已经上演了那么多次，网友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好骗了。但是对家公司联合我哥散布谣言的事情倒是被大家关注到了。网友顺着这条线索向下探索，发现我们公司不是唯一一家受害者，打舆论战是对家公司的专长。他们公司的产品质量不好，以次充好，就靠着一次次挖别人的客户来坑蒙拐骗，甚至还有收买其他公司的员工，窃取技术方案，各种上不得台面的事情他们都做了。更不用说，他们还被检举偷税漏税，公司都直接被查封了。事情发展得太快了，当我哥发现对家公司被查封以后，人都愣住了。他在直播间里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，被查封了，还怎么给我钱呢？钱是给不了，但是对家可以给他报复。对家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阴沟里翻船了，还是翻在我哥这个赌徒的手里。其实证据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只是等着我哥站出来把事情闹大，我好顺水推舟罢了。等到警察通知我去派出所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哥的一条腿和胳膊都被打断了，他的脸上满是血污，牙齿也掉得七七八八了。看到我的时候，他本能地瑟缩了一下，随即又开始哇哇大哭。警察看着我哥的样子，摇了摇头。事情发生在一个没有监控的巷子里，犯罪嫌疑人更是全副武装，根本看不清人脸。我们问你哥知道是谁干的吗？他一句话不说，只一个劲地摇头。不然你先带他回去冷静几天，等他情绪稳定了，我们再做笔录。我哥看起来像是被打傻了，一句话不说，只会抱着自己的腿缩在角落。公司里业务繁忙，我也没有空搭理他，将他安顿在老房子里就走了。眼看距离交500万欠款的期限越来越近，我哥也恢复得差不多了，他甚至主动给我打电话：“妹妹，哥以前做的太不对了，根本就不是人干的事情。明天我就要去以命抵债了，咱们以后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。”
我做了一桌好饭菜，还有你最喜欢吃的熏鱼，就当给我送个别吧。”我借口忙，要挂掉电话。我哥赶紧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，可是你就当是陪陪我。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，还能对你做什么吗？老房子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除了东西没了，但是那股熟悉的味道还在。”我哥从厨房里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出来。那时候爸妈搬家，还好厨房里的东西没来得及搬，否则我还做不出来你喜欢的味道。酒杯里的酒格外醉人，我脸颊红晕满布，意识迷离。我哥的笑容却灿烂起来：“徐暖阳，你是不是觉着你很聪明，把我控制住了？”律师看我欣然同意的样子，满脸纠结，但最终还是开口：“我等到时候我就报警说你失踪了，然后继承你所有的财产，你的车子、房子，你注入全部心血的公司都是我的了。”他看见我在药物的影响下趴在桌子上放声狂笑，拿起手机就要给缅北买家打电话，却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。他淡定地去厨房找，又去洗手间找，所有的地方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找到。他逐渐狂躁，抓着自己的头发，我却用胳膊撑着桌子，晃了晃我手上的手机。“哥，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”我哥看着我清明的眼神，愣住了。“你不是，你怎么会醒？”我不回答他的话，只是帮他拨打了缅北买家的电话。“您好，这里有货要卖，什么时候来？越快越好。”我邀功似的看向我哥：“哥，是这样的吧？你应该也想说这几句话吧？你这个迷药确实买对了，可惜是我找人卖给你的。你刚才有句话说得很对，我确实比你聪明，否则也不会现在过得比你好。”我哥疯了似的拿东西往我的方向砸过来，却被进来的私家侦探控制住。缅北的买家也到了，上下打量着我哥，年纪倒是还行，就是身体差了点，器官能不能卖出去还不好说呢。我塞了个红包到买家手里，不急着卖，让他多体会一下园区的残酷，再卖也不迟。我哥疯狂地咒骂着我：“徐暖阳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凭什么把我卖掉？我才是这个家的男丁，这个家就应该一切都围着我转。”他的声音渐渐微弱，被带上车离开。半年以后，赌场老板告诉我，我爸妈还有我哥都死了，死因竟然是因为他们在园区相见，3个人互相责怪，互殴致死，场面十分血腥，好似他们从未是和和美美的一家3口一样。我的公司也成功上市，科研团队也取得了新的进展。我的生活在没有他们以后越来越好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评论后，继妹删除了动态。紧接着，林景之打来电话，刚接通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吼：“小双专门请假带儿子玩，开个玩笑而已，你何必这么上纲上线？内心龌龊的人看什么都脏，你可真恶心！”听到林景之的指责，我胸口一阵钝痛。今天是儿子6岁的生日，我特地从训练队请了1天假赶回来。上午，他跟我说带儿子去买个礼物，让我做好菜在家里等他们。忙碌了一下午，却不见他们的踪影。直到深夜，看到继妹的朋友圈，我才知道他们去游乐园庆祝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问：“当初杨洋的试管报告在哪儿？”这只是普通的一个问询，竟引起电话那头秦霜委屈的抽泣声：“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随口一句话，你竟然怀疑起杨洋，他可是你试管的亲生儿子呀！”儿子在一旁尖叫：“我要换妈妈，我要双姨当我妈妈！”林景之也恼了，冲我吼道：“我看你是更年期到了，整日疑神疑鬼。”不等我回话，他就挂掉了电话。林景之不知道，我刚从卧室翻出来了他的日记，
儿子出生那天，上面写道：小双，秦华今天生下了我们的孩子，儿子很像你。下面贴的是继妹秦双的照片，小鼻小眼，确实和她很像。疑惑、震惊、怀疑涌上心头，继妹与我无血缘关系，为何儿子会这么像她？脑中随之产生一个可怕的猜测：难道当初植入我体内的胚胎可能是他们两人的？我胃中直犯恶心，这日子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林景之抱着儿子回来的时候，我正收拾行李准备归队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展示儿子熟睡中也不忘死死抱住的秦双模样的人偶。你看，杨洋多喜欢小双，你也别揪着陈芝麻烂谷子的恩怨不放了。我怎么能不讨厌秦双？他妈和我爸结婚后，一切都变了。陌生的家，继妹的排挤，父亲的疏离。可即便是隐忍的生活，我还是被送到千里之外的寄宿武校。回来后，竹马林景之也成了秦双的骑士，父亲更是因为破产后他们母女俩的携款潜逃，跳楼身亡。林景之明知道过往，却还总是拿儿子亲近秦双刺激我。要是从前，我肯定要歇斯底里，哭闹着反驳他，但现在我丝毫没有理会他的意思。他有些惊讶，将儿子放回卧室，然后晃晃悠悠走到我面前，施舍般递给我一束花，看看，我和儿子专门给你选的。我一眼认出这束花曾在秦双朋友圈出现过，当时他是怎么炫耀来着？我不要花，只要我的意中人带着我的小骑士永远陪着我。前段时间我过生日，想让林景之送我一捧花，他拒绝了，就因为我抱怨了一句。他勃然大怒：一束花至于吗？秦华，你已经不是10几岁的小女孩了。林景之看我不接，将花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不等我拒绝，就把我按在椅子上，殷勤道：你最近训练太辛苦了，我给你按按腿放松一下吧。他的手法娴熟，但每一下都让我感到更加疏离。果不其然，秦华，这次柔道比赛的选拔，你还是退出吧。即使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林景之的话仍让我震惊。作为我的柔道陪练员，他清楚地知道，为了这次比赛，我付出了多少心血。整整3年，我日日泡在训练馆，恢复竞技状态。天南海北，只要有比赛，我都会参加，积累积分。眼看到了最终时刻，他竟然轻易地让我退出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不可能！林景之的眉头紧锁，语气不悦：秦华，你已经成家了，怎么还能这么自私？小双和你不同，她孤身一人，这次机会对她来说至关重要。我冷冷地盯着林景之，这次机会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我原本是最有可能在小级别项目上冲击奥运金牌的选手，可因为林景之，他温柔地抱着我说他不能生育，却渴望有我们的孩子。百般纠结下，我含泪递交了退队申请。我还记得柔道领队江姐神色复杂，再三确定：秦华，你当真不后悔？当时我是怎么说的？江姐，我还有家庭，为了景之，我不后悔。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我错了。现在我有了重返赛场的机会，我绝不能一错再错。眼看我始终不为所动，林景之怒了：你一把岁数了，还带着儿子，跟人家小姑娘争什么？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。他转身离去，似乎早已料定我会为他们父子让步。第二天，我拉着行李箱赶回训练队，抽空还给离婚律师打了个电话。奥运会积分资格截止只剩2个月，杨洋的身世只能暂且搁置。我需要全身心投入训练。我的积分排名远超秦双，只要保持状态，
参赛资格几乎已是板上钉钉。然而，我万万没想到林景之会为了秦霜不择手段到这种地步。在5月公布预选名单前，他竟然不经我的同意，向选拔领导小组提交了退选申请，并附上了我的伤病报告和伪造的签名，以增加可信度。当我得知这一切时，预选名单已经公布，上面没有我的名字，我的心瞬间沉入谷底。林景之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，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不明白到底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。我们从小一起练习柔道，是彼此的对手，也是朋友。后来秦霜的出现吸引了他的目光，我能做的便是把爱意深藏心底，默默苦练。凭借非凡天赋，18岁我便入选国家队，在各大赛事上崭露头角。然而，人生就是这么潮起潮落。父亲破产跳楼，留下千万负债。适逢林景之父亲去世，母亲病倒，他冒雨来找我，说要帮我还债，当我的陪练员。2个孤独的灵魂在风雨中相依为命，就这样慢慢走到了一起。我知道他曾深爱秦霜，但我相信，既然他放弃了公子哥的身份，选择当我的陪练员，和我结婚，也是对我有感情的。终有一天，他会感受到我的真心，却没想到，换来的却是欺骗和背叛。直到深夜，林景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回来。姨姨真厉害，到时候比赛，我给姨姨加油。儿子杨洋兴奋的声音传来。林景之打开灯，我抬眸直直地望着他和儿子。前者是我从年少时就放在心底的爱人，后者是我承受了无数次试管注射和长针取卵的痛苦生下的宝贝。林景之避开了我的眼神，抿抿唇，欲言又止。儿子安静下来，抱着秦霜的腿，充满敌意地看着我，好像生怕我把他从秦霜身边抢走。秦霜怯生生地看着我：“姐姐，你最近训练太辛苦了，景哥哥真的是担心你会再次受伤。”我立刻反驳道：“哪个职业运动员没有伤病？你呢？难道就没有吗？让我失去参赛资格，给你这个万年老二让路。”秦霜闻言脸色一白。林景之沉下脸：“你为了训练一味拼命，每个周末都跑去参赛，连儿子都不顾了，眼里还有这个家吗？倘若不是你当年逼得小霜出国，我们，这是你欠他的。”我震惊地看着他，没想到他竟然把秦霜携款逃跑归咎于我身上。就在这时，儿子大哭起来：“哇，我不要你做妈妈了，你只会凶我，让我吃药，我要温柔的双姨。”秦霜搂着杨洋，跟着泪水连连：“对不起，姐姐，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，可杨洋是无辜的，你既然生下了杨洋，就应该对他负责。杨洋体质虚弱，总生病，秦霜带他出去玩一次就要病一场，回来后整夜哭闹，我只能整宿抱着喂药。我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他身上，可他怎么会变得这么陌生？”我张了张口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目光在3人脸上徘徊。瞧瞧，他们3个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林景之抱起哇哇大哭的儿子，冷冷地说：“小霜，你不用向他道歉，他现在没了资格，只能回家带孩子。秦华，倘若你还这么无理取闹，我们就离婚。”林景之当真是全世界最残忍的人，他不断掠夺我的真心，践踏我的尊严，却永远吝啬给我幸福。他得意地抬着下巴，等着我的苦苦哀求，因为他知道我爱惨了他，甚至可以为他放弃梦想。然而这次，我立刻回道：“好，离婚，孩子跟你。”杨洋的哭声渐渐平息，客厅里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中。
林景之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声音里带着愤怒和怀疑。你愿意离婚？我坚定地点了点头，没有一丝犹豫。别装模作样了，秦华，你现在学会以退为进了，以为我会接受你的威胁？他咬牙切齿地说。走，小双，让他自己在家想清楚要不要来求我。他们走后，我独自坐在客厅，一夜未眠。失去参赛资格的不甘和对梦想的执着在我心中交织。杨洋出生后的第2年，我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参加商业比赛，一边还债，一边艰难地维持训练，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再次为国争光。直到几年前，我终于还清了债务，而距离下一届奥运会还有4年的时间。我联系了江姐，询问归队的政策和条件，并开始拼命参加比赛，积累积分。现在我不能就这样放弃，我立刻起身去找江姐，她是我的启蒙教练，也一直在为我重返国家队而努力。她看到我，面露不悦。秦华，我为了你四处奔走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诚恳地对她说，江姐，我知道我让您失望了，但请您相信，我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。江姐皱着眉头问，那为什么你申请因病退选？江姐，我正准备和林景之离婚，那份申请是伪造的，我从未同意退出选拔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求您给我一次机会。江姐惊讶地睁大了眼睛。我趁机解释，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挣扎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我需要为自己而活。江姐沉默了一会儿，眼中的严厉渐渐变得柔和。秦华，你是个有天赋还很刻苦的孩子，我会尽力帮你争取，不过我不能保证结果。我背着包走进训练场地，只见林景之正在馆中陪着秦霜热身，他转头看到我，眉头紧锁。秦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现在要全心全意地陪练秦霜，没有时间照顾你。我没有理他，而是径直走向江姐。江姐拍拍手，场馆内瞬间安静下来。我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宣布。江姐环视了一圈，随后说道：52公斤级的奥运会预选名单已经公布，其中包括秦华和秦霜2位选手。在泛美公开赛结束后，我们将根据最终积分排名确定正式参赛名额。秦霜一听此言，顿时瞪大了眼睛，慌张地看向林景之，而林景之也皱起了眉头。这不可能，名单上明明没有秦华的名字。江姐沉下脸，语气变得严肃。选拔人员名单是领导小组基于运动员的成绩和意向综合考虑的决定。他向前走了几步，拍拍林景之的肩膀。不论是陪练员还是运动员，成绩是我们现阶段最重要的追求。好了，大家快点准备，开始今天的训练吧。听到江姐的指令，所有运动员立即投入到热身中，按照训练安排。我和林景之被分到了同一组。秦霜经过我身边时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林景之原本想要追过去，但最终还是站在了我的面前。秦华，你别误会，我真的是为了你的身体考虑。他试图解释，但我并不想再听他的任何废话。我向他鞠了一个标准的躬，然后双手一动，迅速发起了一记外卷摔。林景之没有来得及反应，便重重地摔在了垫子上，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冷静地说：“林陪练，再来。”训练结束后，我收拾着自己的装备，而林景之仍旧在我耳边喋喋不休：“秦华，我和小双真的没什么，你的心眼为什么那么小呢？大家都是亲戚，只要能为国争光，谁参赛不都一样？”还没等我回话，
秦霜突然兴奋地跑来：“景哥哥，领队同意我们的申请了。”他转头看到我也在，阴阳怪气道：“姐姐别生气，景哥哥怕继续陪练你，会影响你的状态，才选择跟我一组。”我淡然一笑，转身要走，不愿再被这些无聊的争执纠缠。林景之上前拉着我的胳膊，语气中带着少见的忐忑：“秦华，咱俩是夫妻，我怕你不忍心摔我，我怕我们不适合继续训练。”这话我听了都想笑。这么多年的共同训练，摔了没有上万次，也有上千次了。秦霜出现了，我们就不合适了。我摇摇头，我没误会。林景之沉默片刻：“你不介意？”我脑中还在复盘刚才的训练动作，不明所以。我为什么要介意？对了，离婚协议书已经拟定好了，放在家里的桌子上，你有空看看。林景之深深地注视着我，沉了脸色，裹挟着怒气转身离去。秦霜笑眯眯地凑近：“好姐姐，你真舍得和景哥哥离婚吗？别是欲擒故纵，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吧？整天有空研究别人的老公，不如多练几遍背负头，省得在泛美公开赛被我一击必杀。”我冷冷回应：“在柔道赛场上，我是王者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我。”说完，我懒得理会秦霜惨白的脸，直接离去。林景之似乎终于意识到我要离婚的决心是真的，但又觉得我哄哄就能哄好。他休息时间全程围着我转，殷勤地给我递水擦汗，没话找话跟我闲聊，甚至还包揽了我的洗衣服、购物等琐事。我乐得清闲，却没有搭理他的意思。就连我的现任陪练员王哥都感到意外：“小华，夫妻俩吵架了，可难得见你对景之不理不睬的样子。之前谁不知道柔道队的秦华最怕惹丈夫不高兴，但如今我不仅不围着林景之转，还对他的示好视若无睹。”我淡淡一笑：“比赛在即，我心里只有训练。柔道有大量的摔、锁、一等动作，对抗激烈，运动损伤在所难免。但是林景之和秦霜训练发生意外的时候，众人还是不由得诧异。当时秦霜一个小失误，重心略有不稳，以他的水平，最多会造成轻微擦伤，对职业运动员来说再正常不过。然而林景之的反应却大得出奇，他猛地扑向秦霜，将她紧紧护在怀中，自己则重重摔在地上。砰的一声闷响，林景之的肩膀明显脱臼。“小霜，你没事吧？”他强忍剧痛，急切地问。周围队员面面相觑，显然都看出了林景之反应的不妥，这远远超出了陪练员的职责范围。而我显然从未得到过这样的特殊待遇。王哥试图缓解尴尬：“景之，你这是怕摔了小姨子，惹秦华生气吧？反应可真快呀，不愧是老陪练了。”我知道王哥是在为我解围，可是我丝毫不觉得生气，只觉得可笑。记忆中，林景之总是公事公办地完成陪练任务，他会确保我不会受重伤，但从不刻意保护我免受任何伤痛。这是训练的一部分，你得学会自己保护自己。可现在，林景之慌乱地看向我：“秦华，你别误会。”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轻描淡写地摆摆手：“我没什么好误会的，毕竟谁都见不得真爱受伤。要我说，你俩也别藏着掖着了，等秦霜落选，赶紧找时间结婚生娃吧。”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林景之推开队医的搀扶，急忙追了出来，拽住了我的胳膊：“秦华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我停下脚步，不明所以地看着他：“秦霜不是你的真爱吗？”男人焦急地大吼：“小霜不是我真爱！我知道今天让你误解了，但我是陪练员，
职责就是保护选手不受伤害。换了任何一个选手，我都会这样保护他。你要是介意，我明天就去跟江姐申请换组。秦华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，杨洋都这么大了，你就不能对我多些信任吗？最后，男人苍白着脸，胳膊不自然地扭曲着，委屈道：“老婆，我胳膊好痛。”我揉揉眉心，不耐烦道：“我又不是医生，你痛我也没办法。”突然想起我当初参加商业比赛还债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身受重伤，林景之走进病房，脸上没有关心，没有疼惜，只有冷漠和失望。秦华，你知道你输了比赛，我们损失了多少钱吗？他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飘来，每一个字都重重地砸在我的心上。比赛受伤导致的疼痛，远比不上林景之的话痛得刮骨。如今，我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，他却受不了了，没有理会他震惊失落的神情。我转身就走。6月底的泛美运动会是奥运积分赛期的最后一场比赛，这场的积分直接关系到奥运参赛的资格。我正在进行赛前的准备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姐姐，你真的觉得自己还能赢吗？”我没有理会他，继续专注于自己的热身动作。秦霜却不依不饶：“你知道吗？景哥哥说你的技术早就跟不上时代了，你就像是一台过时的老机器，随时可能会被淘汰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看着他：“秦霜，比赛还没开始，结果谁也说不准，别自欺欺人了。你已经一无所有了。”姐姐，秦霜冷笑道：“你的爸爸，你的老公，你的儿子，你的事业，我将会全部笑纳。”当我和秦霜双双站上比赛台时，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我们身上。秦霜看起来信心满满，而我则保持着平静的表情。比赛开始后，他如离弦之箭般冲向我，试图用一个大外翼将我掀翻，但我早有准备，稳如泰山般纹丝不动，反手抓住秦霜的袖子，化解了这次攻势。场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秦霜不甘示弱，连续发起进攻。我虽然招架得住，但也被迫连连后退。正当所有人以为他即将得手时，我突然变招。我猛地下沉重心，借力打力，一个漂亮的背负头将秦霜高高抛起，全场瞬间沸腾。秦霜迅速翻身而起，但已经失去了先机。我乘胜追击，利用地面技巧将秦霜牢牢固定。最后10秒，观众们齐声倒数，秦霜拼尽全力想要摆脱，但明显我的经验和技巧占据上风。随着中场哨声响起，我冷冷地对不甘心的秦霜说：“早跟你说过，有心思爬有妇之夫的床，不如多练习几次背负头。”赛后，林景之给我发了10几条消息。他先是祝贺我获得泛美运动会的金牌，说我比赛打得真漂亮。后来，他又卑微地恳求我，让我比赛完别走，他会在场馆外等我，回酒店好好给我按摩按摩。再后来，他看我迟迟不回，直接给我打来电话，语气十分温柔：“老婆，你什么时候出来？我在场馆外等你。”我和队友已经在按摩了。林景之的第一反应是不可置信。以往他虽未明说，但我知道他介意男队医为我推拿按摩，因此我总是排队等候女队医。林景之也曾为我按摩过几次，却很快不耐烦，远没有他帮助秦霜缓解肌肉疲劳时的温柔小意。后来我干脆自学了按摩技巧，怕他不相信，我专门挂掉电话，给他拍了一段小视频。镜头中为我按摩的是个年轻的秘鲁利马男孩，是本次运动会东道主选手推荐的。尽管是规矩的运动推拿项目，
我仍能感受到林景之逐渐积攒的怒气，为避免它影响我的好心情，我迅速关机，准备好好休息一天。次日刚落地华国，就收到林景之的短信，他打听到我的返程航班，想接我回家。我确实需要回家一趟，便回复了好的。林景之却像得到了什么讯号一样，接连给我发了10几条消息：老婆，你到了吗？累不累？我把杨洋送我妈那儿了，今天我下厨，咱们好好庆祝一番。老婆，我好想你呀。以前我最期待的便是林景之的消息，可即使一天看几百次手机，也收不到他的一条消息。如今他接连的消息只让我觉得厌烦，我将他设为免打扰，走向停车场。林景之看到我，老远就跟我打招呼，殷勤地接过我的行李。老婆累不累？我在台下观赛，你看到我了吗？我坐在副驾上闭目养神，我只看到秦霜被我打得溃不成军，没心情注意别的。林景之心虚了，试探地问：老婆，你不生气了吧？我辛辛苦苦打了比赛回来，如果你只会说这些扫兴的，我就不回家了。男人顿时噤声，一路上不停瞄我脸色。回到家，我先去物业那取了信件，然后洗澡，收拾妥当后，林景之已殷勤摆好3菜1汤。对我而言，这待遇堪称破天荒。林景之手艺不错，但极少下厨，仅有的几次都是秦霜上门的时候。老婆，我知道我之前对不起你，但我以后会对你好的。男人看我始终不搭话，殷勤地站起身，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来。我特意炖了鱼汤，补充营养。我喂你。他小心翼翼舀了一勺，就要往我嘴边送。我毫不留情地打掉了他手中的碗，勺子砸在他的胸口，浸湿了一块。林景之，你是不是想烫死我？林景之呆立在原地，脸上的笑容凝固了。我只是想。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。你只是想什么？我反问道。想让我感动，还是想让我受伤，让秦霜再次替补上位？林景之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。我真的只是想对你好。他喃喃自语，声音里充满了失落和不知所措。我也曾这么失落过。当初我在他生日时准备了丰盛的烛光晚宴，可他呢，带着秦霜堂而皇之回家。只因秦霜神情委屈，他便掀翻了桌子，怒斥我只会哗众取宠。我站起身，平静地说：林景之，你的好我不需要。如果你真的想帮我，那就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。林景之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不可置信，最后定格在一种近乎绝望的神情上。老婆，你在开玩笑吧？他嗓音嘶哑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转身离开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林景之都如影随形。即便面对我的冷言冷语，他依旧固执地守在我身边，不断恳求：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充耳不闻，全身心投入训练。第3天，林景之因心不在焉，在陪练时失误，导致一名队员受伤，领队不得不委婉地让他休息几天。然而，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执着。连续几天，他带着杨洋在训练基地的停车场等我。每次看到我，父子俩就一起上前恳求，就连王哥看着都心酸，对我说：秦华，你含辛茹苦，一手带大杨洋，怎么能忍心对他们置之不理呢？我狠狠揪住王哥，一转身就能把他扔出去。别看了，继续练习。王哥不懂，杨洋是我怀胎10月，历经千辛万苦才生下的孩子，不管有没有血缘，我对他都倾注了我所有的关爱，可他对我却没有丝毫感激之情。
始终坚定地站在秦霜腿旁，无人知晓那时的我是多么绝望与心寒。第5天晚上，我站在林景之和杨洋面前，将亲子鉴定书扔给了他。林景之，你真当我是冤大头吗？林景之脸色苍白，捡起地上的报告。良久，他颓然跪倒在地，向我讲述了他的荒唐。他说出国培训的时候，碰见秦霜正被男朋友家暴，他告诉林景之是我逼他失了清白，被迫出国，导致现在过得这么惨。林景之痛苦流泪地抱着我的小腿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就把你试管的卵子换掉了。我只是想弥补他，我爱的只有你，老婆。杨洋被吓到，哇哇哭了起来。林景之眼中闪过一丝挣扎，把杨洋送走。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？我踢开他抱着我腿的手，心如止水。林景之，已经晚了，刚刚结束了与林景之的离婚手续，我便接到了选拔小组的振奋人心的消息。经过对52千克级别奥运积分排名、近期国内重大比赛成绩和国家队教学比赛成绩的综合评审，教练员会议最终决定由我代表华国出征巴黎奥运会。队友们欢呼雀跃，纷纷向我祝贺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年我退队后，在电视上看到秦霜站在赛场领奖台，奏起国歌时，我心中涌起的不甘与酸涩。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完成儿时梦想，我怎么不热泪盈眶？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我几乎与世隔绝，全身心投入到备战中。队伍为我制定了全面的提升计划，涵盖技术精炼、体能加强和心理调整。同时，教练团队深入分析了对手们的比赛录像，洞悉了他们的战术特点和习惯动作，据此制定了详尽的应对策略，并通过模拟比赛不断检验和完善。随着奥运会的临近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兴奋。我明白，这不只是一场赛事，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节点。我将代表我的国家，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我的技艺和决心。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，开幕式那天，我站在运动员方阵中，看着红旗冉冉升起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涌上心头，曾经的爱恨情仇在此刻都如过眼云烟。这可能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吧。小组赛中，我意外地击败了一位4届世界冠军的日本选手，成为黑马。这不仅极大地提振了我的自信，也让我更加专注，不断在比赛中调整和优化战术。半决赛的胜利让我迈入了决赛的大门，我战胜了一位又一位强大的对手，每一次胜利都让我更加接近梦想。我告诉自己，无论决赛的对手是谁，我都将全力以赴。决赛的哨声响起，我面对的是东道主国家的顶尖选手，整个赛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但我的心中却异常平静。我知道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，但我也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本，裁判的声音响彻整个场馆，我赢了。当裁判举起我的手臂时，整个场馆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。我站在最高领奖台上，看着红旗升起，听着国歌响起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。这一刻，所有的辛酸、委屈、不甘都化作了胜利的喜悦。我终于证明了自己，不仅是柔道，更是我的人生。颁奖仪式后，记者们蜂拥而至，他们问我获胜的秘诀，问我对未来的规划。我微笑着回答每一个问题，心里却想着一件事：我终于可以重新开始我的人生了。回到运动员村，队友们为我举办了一个小型庆祝会，教练拍着我的肩膀，说我为国家赢得了荣誉。队友们争相与我合影，
说要把这历史性的一刻永远记录下来。我笑着应对，却感到一种奇怪的疏离感。这枚金牌对我来说，不仅仅是一个终点，更是一个新的起点。晚上，我收到了林景之的消息：恭喜你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的社交媒体几乎被点爆了，无数的祝贺信息涌入，甚至有几个品牌想要和我谈代言。我婉拒了所有的采访邀请，只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简单的感谢信息：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，这枚金牌属于我，更属于我们伟大的祖国。回国那天，秦霜来找我，她被日夜哭闹的杨洋折磨得痛不欲生，脸上的疲惫显而易见。秦华，你之前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我轻轻抿了口咖啡，所以我把这日子还给你了。他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你和林景之就这样稀里糊涂过下去不好吗？为什么要甩给我？我本来应该在赛场上振翅高飞，而不是待在家里当保姆。你爱林景之吗？我直截了当地问。秦霜冷笑一声：爱与不爱重要吗？林景之爱你，不也最终背叛了你？我沉思了片刻，然后说：你和林景之如出一辙的自私。我承认我自私，想要得到最好的，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我们都有选择的权利。我轻轻放下咖啡杯，然后缓缓开口：选择的权利。秦霜，你和你妈选择在我爸破产前携款潜逃，害我爸跳楼身亡。你选择林景之，破坏我的家庭。你选择杨洋的诞生，现在又把他当作负担。你的选择带给了别人多少痛苦和困扰？秦霜冷漠道：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残酷的。我站起身，准备离开。你说的对，这个世界是残酷的，但至少我可以选择不再成为你和林景之的踏脚石。我要去追求属于我自己的生活，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。而你也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接到林景之的来电，他在电话里声音沙哑：老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现在才知道是秦霜那个贱人骗我，是他卷走了钱跑出国，导致你背负千万债务，是他害得咱们夫妻分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等我结束后，我们重归于好，好不好？我还陪你练习柔道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我厌恶地拿远了手机。林景之，我们已经领了离婚证了。另外，我现在是世界冠军，有的是人愿意请我指点柔道，你有多远滚多远吧。说完，我毫不留情挂掉了电话。半个月后，秦霜断了一条腿，成为废人，而林景之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捕入狱。听闻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正踏上柔道事业的新征程，这两人对我来说已经彻底成为过去。